弟兄姊妹平安。幾天前，我在 YouTube 上看見日本的这个摩西弟兄，他在说一个人叫李杰仁。这个人呢是在诽謗川普，说川普是个罪人。然后呢，川普和这个爱泼斯坦有扯不清的關係。為什麼我今天要講一下這個事情呢？因為我認為摩西弟兄他太客氣了，講得太客氣，讓我心裡邊這股火呀，我真是憋得不行，我忍不住，我還是要講幾句。這個叫李杰仁這個人，實在是我一定要講一講他。我們看這個李杰仁他是怎麼說的。美國歷史上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一個 criminal 選成他們的總統，你知道嗎？他是個 criminal， 我跟你講。他說美國人做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把一個罪犯選成了總統。這個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誹謗，川普其實可以告他的。所謂的 criminal 是證據確鑿，被法庭判為有罪的人才能夠稱為罪犯。川普確實被告了很多次，接受了很多次控告，但是結果我們目前為止看到的川普的這些控告都是子虛烏有的，事實證明都是對他的誣告，反而證明了川普他的清白。但是呢，這個李杰仁他罔顧這些事實，就是認定了川普你就是一個罪犯，這個就是誹謗，就是詆毀，這個是一個罪。而且有些罪我如果將來把它揭發出來，你會嚇死啊！你會嚇死！你知道那個愛潑斯坦那個小島上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嗎？你不敢想象，想不想聽？獨家的，我跟你說，獨家的。我告訴你，他們要弄那些小孩子，他們要弄那些小的女孩子，哪裡都可以弄。為什麼要弄到那個小島上去？一定在這個小島上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東西。我告訴你，美國的這個現任總統跟這件事情有扯不清楚的關係，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，都不敢想啊！你敢想嗎？想都不敢想啊，對不對？那他接着呢還不解氣，他說呢，有些的罪揭發出來呢會嚇死你。他接着就說，美國這個愛潑斯坦這個名單上一定是有川普的，川普是跟他有扯不清的關係。他說呢，我有獨家的資料你們想不想聽？獨家的，他重複幾次是獨家的資料，獨家的爆料。那我想問你，你的獨家爆料，既然你這麼恨川普，你為什麼不去告他呢？把這個資料揭出來呀，把這個資料給法院呢，或者給你那些喜歡的這些民主黨這些政客們，他們巴不得有這些的實錘的資料，好把川普搞下去，是吧？定川普的罪。你怎麼不做這個事情呢？那你說獨家資料是不是你親眼看見的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他是親眼所見，那就說明什麼？說明你這個李杰仁，你也是上了這個島啊，要不你怎麼看見川普了呢？那如果說你說你沒上這個島，那你就聽別人說的嘍。那你聽別人說的不就是道聽途說嗎？不就是以訛傳訛嗎？就是你在信口雌黃啊，你這是在胡說八道啊。在猶大書的1章10節說，這些人毀謗他們所不知道的，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與那沒有靈性的畜類一樣，在這世上敗壞了自己。這個李杰仁他就是這樣一個畜類，毫無靈性，自己所不知道的胡說八道。好，我們看接着他說，我告訴你，那些弄那些小孩子的往哪裡弄都可以，為什麼非要弄到島上去呀？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情，這個不用你說，誰都知道。他說你們想都不敢想，這個有多麼的邪惡，確實挺邪惡的。但是呢，你搞錯了，這個邪惡的事情，川普根本就沒有參與。參與這個事情的是你那些你喜歡的人。看他那副樣子呢，就是張牙舞爪，非常的惡心。所以這是我覺得在美國今天的整個的社會最可怕。我告訴你為什麼我在這個事情上我說中國還不可怕。對不起，我們上傳的時候一定要把那段剪掉。但是我們對美國歷來有一種什麼？一種幻想。他說呢，我覺得這些事情呢，在美國最可怕，太可怕了。他說呢，我倒不覺得中國有什麼可怕，並且他說把這一段呢要剪掉。為什麼要剪掉啊？光明正大的
坦坦蕩蕩的，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呢？為什麼要剪掉？是不是做賊心虛呢？既然你敢說，為什麼不敢公開？他說呢，我們對美國呢一直是存有不應該有的幻想。那我們不應該對美國有幻想，我們應該对中國有幻想，是不是？他認為中國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美國。美國可怕在哪裡呢？就是因為美國選了一個罪犯當總統，這就是美國的可怕。但是美國雖然選了一個罪犯當總統，但起碼他還是選出來的呀。你認為中國不可怕？中國有民主嗎？中國的選舉都是等額選舉，就是說習近平當國家主席，他是唯一的候選人，這個叫民主嗎？叫選舉嗎？你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可怕，中國的獨裁的專制的政權反而不可怕？你這是什麼樣的標準？中共的腐敗不可怕，中共的黑暗不可怕，中共去迫害基督教會、迫害牧師長老這樣的事情不可怕，是不是？我們不應該對美國抱有幻想，我們應該對中国、對俄羅斯抱有幻想，這是不是你的意見呢？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？這是一個牧師嗎？這樣的價值觀，這樣的標準，是一個基督徒，是一個教會的牧者應該有的嗎？讓我說，他就是一個撒旦的差役，在教會的講台上用這樣虛假的、未經證實的指控來誤導信徒，煽動一種仇恨的情緒，利用自己屬靈的權柄誤導影響信眾。聖經裡邊保羅跟提摩太講的就是這樣的人。在提摩太前書的1章6節，有些人偏離這些，去講虛浮的話，他們想要做教法師，卻不明白自己所說的、所論定的。有些人就是受了中共的這種洗腦，他的腦子裡邊全是中共那一套東西，所以呢，他在用自己的這種扭曲的、變態的價值觀，強行的灌輸在他的信徒身上，這是非常可怕的。他就是當今這種世俗的極左的意識形態的代言人，借着講台來操控、愚弄會眾，濫用教會的權柄，可以說是恬不知恥，令人作嘔。一個人敢在公開的場合抹黑政治領袖，那這樣的行為呢，我們必須嚴厲的批判，不能客氣。那這樣的人呢，非常的危險，他把講台當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，而不是宣講福音真理的聖所。教會的講台不是 CNN， 不是 BBC， 不是這些极左的媒体，是應該講聖經、講福音真理的地方。李杰仁他踐踏了講台的聖潔，他用自己的身份灌輸這種世俗的價值觀，這是屬靈上的操控，用未經證實的這種謊言來攻擊人，這個呢就是末世假教師的特徵。在提摩太後書的3章13節，保羅這樣來形容這些人：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，必越久越惡。他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在猶大書裡邊也有類似的話，形容這樣的人。1章4節說：因為有些人偷着進來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罰的，是不虔誠的，將我們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，並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這樣的人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得救，連個信徒都不是。他們把情緒判斷當成牧養教導，這是嚴重違反牧者最基本的倫理的行為。那他這樣的人呢，往往福音真理是不清楚的，更沒有正確的扎實的神學的裝備，缺乏純正的福音真理的教導。他說川普和這個愛潑斯坦有扯不清的關係，其實呢，實際上愛潑斯坦的關係網裡邊根本就沒有川普，川普是早年和愛潑斯坦有些接觸，川普已經在很早之前就已經跟他沒有任何的聯繫了，反而是那些的极左的自由黨的這些的政客們，倒有很多人一直參與愛潑斯坦這些邪惡的事情，還有一些的名人，好萊塢的這些名人們。那李杰仁呢，他是有選擇性的，他只是抹黑川普，抹黑這些的右派的人士，但是呢，他对这些左派的民主党这些的政客们，他是避而不談的，完全是有選擇性的，是一個雙重的標準。
那我为什麼說川普他和愛泼斯坦沒有關係呢？首先，川普他自己也說過，另外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，大家可以非常簡單的就能夠判斷出來，因為愛潑斯坦這個事情好多年以前就已經被揭露出來了，是吧？那從2021年開始，這個拜登做了4年的總統，這個4年總統之間呢，如果川普他確實在這個名單上確實有問題，那麼大家想想，這個是多好的機會，多好的素材可以把川普搞臭。難道這些民主黨人他們不會利用這樣的機會嗎？他們比你李杰仁更傻嗎？他們也是同樣的恨川普的，他們一定會抓住這樣的機會，把這些料爆出來，是吧？把川普搞臭，踏上1萬只腳，讓他永不得翻身。但是呢，事實上，這個拜登的4年，他們都沒有把這個公開。現在呢，反而被川普公開了，他已經簽署這個文件了。川普作為總統，如果他自己在這個名單上，如果他有問題，他其實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拒不簽署嘛，他可以不簽的嘛。他不簽這個文件，還是一直在封存的，也沒人知道。等他下台以後，反正已經做完了總統了，那時候就無所謂了。但是我們看川普，其實呢，川普是很有智慧的。開始呢，川普他故意就是說，哎呀，這個文件不要公開吧，就迷惑這些的政客們，讓他們誤以為川普真在這名單上。所以呢，最後全票同意要把這個名單公開。其實呢，川普就是讓他們堅決要求公開，所以呢，最後川普就簽字。那最終這個結果，我們很快就知道到底誰在上邊，是吧？你李杰仁也不用這麼張狂，你等待，稍安勿躁，很快你就看到了到底誰在上邊。你的這種謊言很快就會被揭穿的，你的臉很快就會被打腫。所以我們看這個李杰仁，他就是一個被極左意識形態捆綁的奴僕，他根本就不是神的僕人。希望聽到他這些邪惡的誤導的這些會眾有屬靈的智慧，不要再跟着他跑了。他就是一個瞎眼的，瞎子領瞎子，一定會掉在溝裡。我們真的呼籲，在網上隨便看人講到這些信徒們，我們一定要從神而來的屬靈的智慧，我們自己要禱告，求神來光照我們。我們有聖靈的人，我們有屬靈的判斷，屬靈的人參透萬事，求神保守大家。